今天要跟你分享一本对我帮助很大的理财书，罗伯特清崎著作的《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真的让我对理财有了全新的认识。不是说读完这本书就能让你一夜暴富，但肯定能让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让你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绝对可以让你醍醐灌顶，有所收获。从小到大，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教育要遵循一套传统的观念，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个稳定的工作，努力存钱买房子，升职加薪，结婚生孩子，然后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看看身边的人吧，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虽然在事业上很有成就，也有高收入的工作，但是在理财上却一直很困难，生活被各种开销所绑架，每天拼命的工作，只是为了还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还有各种账单等等。面对经济上的压力，大多数人选择继续努力工作，想着赚更多的钱就能解决问题，最后却发现赚的越多，花的也越多。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真正让我们烦恼的原因，其实是我们的消费习惯和缺少财务方面的知识。如果不明白自己在干嘛，就算你赚钱再多，也没法解决问题。我们都想拥有一些更棒、更酷、更舒服的东西，这很正常。谁不喜欢新奇有趣的东西呢？但是用钱买来的快乐，往往很快就消失了。比如说你最近买的新款智能手机，买了它可能只能开心1周左右，等到那种兴奋过去了，你就会想去买更多更好的东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一直重复的行为模式。我们每天拼命上班赚钱，然后花钱买东西，然后再拼命赚更多的钱买更贵的东西，这种情况一直重复下去，最后我们的人生就会陷入一种一直重复的死循环，就像一只老鼠在一个轮子里跑步，不管它跑了多久多累，始终还是跑不出那个轮子。这就是老鼠赛跑的陷阱。《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教了我们一些超有用的方法，不是教你买哪只股票或者投资什么项目，而是把富人的思维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我们怎么对待金钱、工作和生活，还有怎么用正确的思维在生活中做出最聪明的选择。下面我要跟你们说说书里的3个重点，能帮你实现财富自由和你想要的美好生活。第一个重点是搞清楚资产和负债的区别，并且专注于买和建立你自己的资产，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观念。累积财富的第一步就是要分清楚资产和负债的区别，这个跟我们平时听到的会计用的资产负债表有点不太一样。作者用了一个更好懂的说法，资产就是能够把钱塞进你口袋里的东西，负债就是把钱从你口袋里拿走的东西。车子是资产吗？它是负债，是消费品。你全款买车后，每月车子保养的费用、油费、停车费、车险等等都是支出。如果你是贷款买的车，那就更不用说了，你欠的钱越多，你的钱就越少。啥都能是赚钱的东西，也能是亏钱的东西，看你怎么用。比方说你有一套房，每月要给银行还1000块的贷款，那这套房就是你的亏钱的东西，因为它每月都要从你的口袋里拿走1000块。但如果你把这套房拿去出租，每月你能从中赚到2000块的收入，那它就变成了你的赚钱的东西，每月它会自动给你存2000块到你的口袋和银行账户。简单来说，赚钱的东西就是能每月固定给你钱的东西，也就是现金流，就这么简单。可能你早就懂了这个道理，可是因为它太简单了，所以常常被人忽视了。看看周围吧，其实大多数人在生活里都是反着来对待钱的。书里有一对新婚夫妻，2个人都有大学文凭，而且收入不错，因为2个人都挣得多，存款也越来越多了。没过多久就决定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买房子就意味着他们要背上30年的房贷，跟着来的就是一辆新车、新家具、新电器等负债。
一下子他们就欠了一大堆钱了，然后要面对的就是每月的还款和信用卡账单。他们很快就有了孩子，家里的花销和账单也越来越多。为了付得起这些账单，他们得加班加点的工作，争取多挣点钱。可是他们的消费习惯一直没变，收入涨了的同时，各种生活花销也跟着涨了。最后他们陷入了老鼠赛跑的怪圈里面，不停地努力工作，却难以改善状况。到这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不够努力吗？还是挣的工资太少？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怎么管手里的钱，这就是作者在书里一直在强调的，缺少理财知识和理财思维，以及分不清资产和负债的区别，是这些导致的这一切后果。富人越来越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买资产，通过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去支付日常生活上的支出，然后把多余的钱再投入到资产上面，净资产就会持续的增长，相应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资产就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这就是富人越来越富的原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每个月的工资，而当工资增加的同时，他们的支出和负债也跟着增加。他们把房子和汽车当成主要资产，却没有把钱放在能够产生现金流的资产上面。他们的生活完全靠老板和公司，他们不得不工作赚钱，用微薄的工资支撑生活，还债、付账单，一直过着重复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有没有想过，这对夫妻的情况是不是和我们大多数人很像？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理想生活吗？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明白资产和负债的区别，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并且不断的买入和建立能够带来收入的资产，同时减少负债和不必要的支出。坚持下去，你的资产就会逐渐的增加，然后把多余的钱再投入到资产中，经过时间的积累，就会慢慢堆积出属于自己的现金流组合，直到你的资产产生足够的收入应付你的生活开支，最后不需要再依赖薪水过活，你就实现财务自由了。到那个时候，即使你不再工作，资产所带来的收入也可以继续维持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也会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过你想要的生活，不必再为了债务和生活开支而被迫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作者给出了以下的重点：富人会先考虑买入和建立资产，穷人的收入只能应付基本的生活支出，中产阶级就会购买自以为是资产的负债。你一定要记住，先把钱用在能够产生现金流收入的资产上面。然后说说第二点，富人关注自己的事业和资产。作者说，有财务问题的人常常为别人工作一辈子，大多数人失去了工作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生活的依靠就是每个月的固定工资。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就是让年轻人在学校学到专业的知识，然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后他们的生活就围着这份工作转，忘了关注自己的事业和财务，反而花光一生的时间去助力别人的事业，并让别人变得更富有。所以为了财务的安全，作者提醒读者去关注自己的事业。这里说的事业是资产，不是你每个月的工资。就像前面说过的，秘诀就是要懂得资产和负债的区别，并且只买入或者打造资产。富人关心的永远都是资产，大多数人只关心收入，在继续工作的情况下，控制每个月的支出，把存下来的钱拿去买和打造真正的资产，而不是负债和各种奢侈品。你有1块钱就别拿出来花了，直接投到资产里去，这1块钱就是你的小兵，他会一直给你干活，不休息不打卡，帮你赚钱，让你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那么什么样的资产才能给你带来现金流呢？作者在书里告诉我们了，有几种真正的资产。第一种是不用你亲自管的生意，你是这个生意的老板，但是有别人帮你打理，每个月你就能收到钱，直接打到你的账户里。比如说你开了一家饭店，
或者你让别人帮你管理公寓出租之类的。第二种是稳健公司的股票，买入那些稳定发展的公司的股票，和公司一起分红，享受公司的利润。第三种是稳定公司的债券，买入公司债券，拿到稳定的利息收入。第四种是能赚钱的房地产，比如说租房子给别人住，或者把房子变成各种用途的出租场所，这样就能每个月拿到固定的现金流。第五种是版权收入，比如说音乐、手稿、电子书等等，或者任何形式的创作作品。多花点时间想想这些事情吧，尤其是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去发现呢。网络的兴起提供了很多低成本的赚钱项目，比如说做博客、做网站、做 YouTube、做 Facebook， 各种网上购物平台等等。好好利用我们手头的资源，再加上一点点创意，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啊。你想早点财务自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就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资产组合，这样你就不用为了钱而担心，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活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克服懒惰，马上行动起来。有些人总是忙个不停，却没有什么成果。他们以为自己很努力，其实只是在逃避问题。比如有个人，他为了赚钱养家，每天加班加点，结果妻儿离他而去，他也失去了工作和健康。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家庭和身体出了问题，却不去解决，只是埋头苦干。这种人和那些整天看 Netflix、追剧、购物的人没什么区别，都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他们不敢面对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也不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如果你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就要从现在开始改变。制定一个计划，学习一些知识，找到一些机会，建立一个现金流资产组合，让你的钱为你工作，让你的生活更美好。你是不是该好好想想，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喜欢？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复制，接下来的30年都过这样的日子，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某个问题上不太行，你就应该找个在这方面的大神，或者一本相关的书，赶紧开始学习。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关于钱的教育和智慧很重要，赶快行动起来。每天让自己学点有用的东西，上网课或者看看一些关于生意和投资的书，然后试着做做看，从一点点钱开始积累，或者去图书馆借本书来看看，或者网上搜一些相关的资料来学习，然后边做边学。最重要的是先开始。如果你想要得到你从来没得到过的东西，那么你就要做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你的人生会随着你的开始行动而改变。当你开始尝试新鲜的事物，你就会发现生活有了不同的色彩。从现在起，每次你想买辆新车或者新房，先在心里问问自己，这是不是真的必要，还是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或者为了让别人羡慕。不要因为顺应周围的人而做出傻傻的决定，单纯增加收入和加薪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好好检视自己的消费习惯，去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2样宝贵的礼物，思想思维和时间。你可以利用这2样礼物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只有你自己能决定如何处理。傻傻的消费掉花掉，你就选择了穷困。把所有钱都集中起来还债，你就会变成中产阶级。而你投资自己的头脑，学习怎么得到资产富裕，并且迅速寻找组建资产现金流，这样你反而会快速获得财富自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可以决定自己以后到底是要做个穷人还是富人，而这种决定其实就是你每一分钱的处理决定。书里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思考的理念。我说句肺腑之言，你的财富自由行动在这一刻就可以开始了。我为大家搜集了《穷爸爸富爸爸》系列电子书，在说明栏有免费下载地址，仅供分享学习使用。如果想购买，请自行寻找正版书籍购买。请记住，你追求的不是金钱，是自由的生活，而自由的生活的前提是财富的自由。
我相信，如果大家愿意去搞懂书上所说的富人的思维方式和理念，然后再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那你的财务和人生肯定会走向你希望的方向。如果我的视频对你的生活有了一些帮助，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视频，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作为支持。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见。